下一个作品是生日快乐。主人呐，20分钟了，你还是没能接受你的玩具熊我会说话吗？我要是6岁，20分钟兴许够。我今年26了，本科毕业，我相信科学呀，我。这有什么的呀？我就是来陪你过个生日。行，就算我背叛一次科学，我接受你。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啊！那你再给我解释解释这个。解释。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叫生日帽，过生日时候戴。不是，他还没接受，咱俩能说话。 20分钟了，你还没给他解释清楚？你行你来，我10分钟就够。哎，我是匹诺曹。不用了，不用了。这样，我再背叛一次科学，我接受你们俩，哎，行不行？好了，那个意大利面好了，快快趁热吃吧。但是我们家冰箱怎么养活了呢？怎么着，不爱吃意大利面？啊，行，我再给你握个荷包蛋啊。你等会儿啊，那是蛋的事儿吗？对呀，你过生日得吃长寿面呢，你吃什么意大利面呢？我这里边只有意大利面呢。不对呀，我在家都吃意大利面呀。你就是意大利的，你可是吃意大利面。意大利怎么了？我是意面吃的停，别吵了，我吃完你们就能走了吗？吃完就算过完生日了吗？没有，还得送礼物，还得点蜡烛，还得许愿。还得吃蛋糕。那走不了。哎，行行，就这个顺序啊，我们快点往下进行，然后你们赶紧消失，好不好？好，那第一步，送礼物。我先来。哎，我这有一袋尘封多年的速冻水饺，送给你。你这不是我自己的吗？啊，哎，送给你礼物，这啥呀？鼻子。鼻子啊？这不笛子吗？是吗？我看啊，小螺号滴滴滴吹，飞。你倒是吹啊！是笛子。这么明显，你还用？我看看。小螺号滴滴滴吹，飞是笛子呀。感情你们俩没有一个记住最后一句，是不是？还要听了展翅飞。这个重要吗？哎，小熊，你的礼物呢？哦，我买了一个蛋糕，冰箱，拿出来。哇，蛋糕！这是披萨，这就是蛋糕啊！这叫披萨啊，现在叫披萨了。以前也叫披萨。哎，那我蛋糕呢？那我哪知道你蛋糕呢？你不是买蛋糕了吗？对呀，昨天趁你睡觉，我拿你的手机点了一个外卖。我的手机，你的手机。我说我要一个蛋糕，过了一会儿，咚咚咚，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个外卖员，他吓了一跳，问：“你是谁？”我说我是熊。他扔下蛋糕就跑了，跑的时候还摔了一跤。我拿起蛋糕给了匹诺曹，匹诺曹特别开心。哈哈哈哈！我接过蛋糕，想看看蛋糕长什么样，但是熊说：“哎，先别拆，给他个惊喜。”匹诺曹又问：“惊喜？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难道你听不懂什么是惊喜？”哎呀，惊喜嘛！翻译出来给我听，什么恩啊的叫惊喜，什么恩啊的叫恩啊的惊喜。哎呀，惊喜就是你把它放进来，明天打开就是惊喜。哦，这恩啊的就是惊喜啊！于是我把蛋糕递给了冰箱，我打开了门，匹诺曹说：“放。”然后就到了今天，你过生日拿出来的应该是这个蛋糕啊，但是拿出来的是个披萨。蛋糕长什么样啊？蛋糕应该是这样的呀，但是现在桌子上它是个披萨，我就问，我蛋糕哪儿去了？哎，刚才有那么几秒，我好像看着蛋糕了。不可能，这是披萨呀！昨天我明明点了一个外卖，外卖员来了以后吓了一跳，我拿起蛋糕给了匹诺曹，匹诺曹给了冰箱，然后就到了今天，拿出来的是一个披萨，这对吗？不对，拿出来的应该是什么呀？拿出来的应该是这个蛋糕啊！现在蛋糕也在这儿了，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继续过生日吧。哎，不是，我怎么就感觉我这个生命就让你们给我浪费了呢？我呀，浪费了吗？没有啊！我也觉得没有啊。点蜡烛，我来。不是，等会儿，大哥，你木头的，你别玩火行吗？相信队友，相信我。相信成年匹诺曹，他就点个蜡烛，还能把自己烫着咋的呀？是不是？哎，烫！冰箱，冰箱。好温暖呀！好凉爽啊！好感动啊！好危险呐！你差点把我家给点了，你知道吗？有吗？不至于。哎，行，来，也别用火的了啊！来，有蜡烛，来，电蜡烛，咱许愿哈。我哎，这太亮了，没气氛，谁把灯关下去？哦，我去。他咋不动了呢？插头掉了。好了，我去。哎，你回来吧，祖。好了，我去。哎，你性短，你不知道吗？好了，我去。我去，你给他买个插线板不行吗？好了，你别动了啊！哎，谁把灯关了？我不说好了我去吗？你都去4遍了，许愿吧啊！啊，4遍了。最后一趴了，是不是？嗯，好。我希望我能变成双开门的。我许愿，我想变成东北人。东北人，我想变成一只兔子。兔子？那不还是毛绒玩具吗？呀，怎么着？听您这意思是瞧不起毛绒玩具呗？嗨，瞧您这话说的，不是瞧不起，哎，压根儿就看不上。呀，那您是什么材质啊？木头，意大利原装进口，意大利的什么木啊？朽木。嗨，不能雕。哎，怎么不能雕啊？前2天我就让啄木鸟给雕了，哦给您瞧瞧。哟，还挺精细哈，雕了个雕。雕了个雕。哎，你看这给我雕的。哟，您这声还挺脆。哎，哟，嚯！过生日一起闹，小熊脾气有点暴，买了个蛋糕找不到，总拿逻辑跟你绕。冰箱说话很奇妙，背后插头总是掉。小螺号它低低的叫，海鸥听了展翅飞。匹诺曹带什么童话世界那一套？平生最怕啄木鸟，给他胳膊叼了个叼，雕了个雕，雕了个雕，雕了个雕了个雕了个雕，雕雕一雕一雕雕，雕雕一雕一雕雕，这叼一叼。雕雕一雕一雕雕，雕雕一雕。有病啊！匹诺曹、熊、冰箱，在我家相声封箱演出。我愿还许不许啊？你许你，许你的。许你。我希望我能变成双开门的。你怎么说？我希望我的电线能够长一点，这样就可以到卧室玩了。我希望它可以再长一点，这样就可以去动物园了。我希望小朋友们就算长大了也不会把我遗忘。我希望大家都不撒谎，也没有人的鼻子会变长。我希望啄木鸟都死绝。
我希望我能变成一个人，陪在朋友身边。生而不为人，我很抱歉。我希望我们大家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耶！但是除了啄木鸟死绝以外，那你小心眼儿，你想想，你就满足他的一个愿望，啄木鸟不死绝，我就死绝了。就是他就啄木鸟得死。就算是啄木鸟不死绝，我也想变成东北人。哎，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刚才是谁把灯关了？你呀，你把蛋糕叫成披萨也没关系。你过生日，你最大嘛。好了，乐曲完了，我们吃。我们吃蛋糕吧。就算是啄木鸟不死绝，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你把蛋糕叫成披萨也没关系。就算是一个人也没关系。就算是一个人也没关系。就算是一个人也没关系。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祝我生日快乐！哎，全场观众给这个作品投票，3、2、1。哎呀，这个节目怎么做到现在就开始有那个伤感啊，他们变了，跟他们刚来的跟第一赛段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其实就是上台阶儿，所以作品当中的这个层次也多了，也丰富了。来，有请演员吧。我特别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作品？我觉得首先第一演了2期的刘关张了，然后呢，就是你看蛋总笑的，他上回演完他说我们几个只能演刘关张了，演不了别的角色了，就这么着吧。啊，那怎么办？什么意思啊？这不为了给他证明一下还能演别的角色？不是你们还可以演曹操，也想过，还想过让程程演吕布呢。对，都想过。你们哥仨是把程给救了是吗？就是因为我们5个小组，所以说要出4个作品，要有一个组被拆开。然后我跟贝贝这个作品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团队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分数，我们想把这个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然后我来到了江东明这个组，所以说这个组现在也改名为江东长明。谁的创意？李栋的创意。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被爸妈锁在家里，然后就很希望出去和朋友玩，但是没有小伙伴，就只能是玩具陪着我。而且后来长大了，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在北京自己一个人，只有玩具是我的朋友。这个是小的时候，就是你玩过那个吗？甚至我还会去买这种娃娃，就是小女生小的时候玩的娃娃。当我喜欢这些玩具，甚至开始去收集这些玩具的时候，不是证明我这个人很孤独或者是很孤僻，而是证明我身边一样有很多陪着我的朋友。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不管你以什么方式和任何人去接触也好，还是怎么样，有一段日子必定是你要去试着独处的，也是要学会独处的。所以有的时候孤独，它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但是同样它并不代表着就是悲伤，
他也可以很快乐。所以不管我们作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能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能和大家就是找到曾经我们的共同的那个记忆就够了。很好，很好。就是都说喜剧的忧伤，喜剧的忧伤啊，这部作品里面是可以体感到那个忧伤的那个味道，它是淡淡的。一开始他们在演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替这个作品担心，哎，我说哇，他那个点在哪里啊？意大利怎么了？意大利。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孤独患者的时候，你一下子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了。我们吃蛋糕吧。然后他就会有一种击穿的这个力量，然后所有的这个之前的他们埋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有了这个寓意，用喜剧的方式给它呈现出来了，非常非常的可爱，很难得，很难得。最后就那一个瞬间，大家基本上眼圈都湿了。就算是一个人也没关系。生日快乐是极其深邃的一个出发点，又用了一个你想不到的形式。我觉得他设计精妙，打动我的那个地方是最后他把3句话都砍掉了前半句，却揉成了1句话，把题点出来，挺好的。这个作品演完之后落幕了之后，我感觉有点难受。你可以照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我小的时候夏天蚊子特别多，就选那个艾草熏一下。那个时候大人全出去了，我一个人进来，在东北的那个大炕上，从头滚到炕尾，从炕尾再滚到炕头。我一说起孤独的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起那个画面。他正在洗悲剧的那个盒里头呢。来，我们看一看你们的分数。13代宗师生日快乐，得分是。是我最害怕的一次，有一点担心观众的感受。7300分。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那个李豆，回头我跟雅培说，给你点奶粉吧，你看起来像。谢谢。行，那就谢谢4位。好，谢谢大家，谢谢4位，谢谢。我个人对生日快乐的那个主题是有感触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过独自面对自己生日的时刻。那我觉得他们这一组是找到了孤独的这个原点，但是他们又制造了一些温暖，就感觉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谢谢他们3个表达了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否是一个人，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的陪伴，珍惜有朋友的岁月。好，3个作品过后，我们看一下排名。三板大斧子8700分排名第1。耶！13代宗师7300分排名第2。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太不容易。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暂列第3的是 Future Pata 7100分。那个也就差200，可以。好，京东居家场景赛，下一个场景是三板大斧子选择的 KTV， 作品的名字是《女友来了》。